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今天呢，我們要來深入拆解一份橫跨了超過10年的大型研究，一起來追查那些正在我們身邊悄悄侵蝕我們大腦健康的隱形威脅。這真的不是在嚇唬人哦，而是跟我們每一個人的未來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好，我們先來看一個數字，預計到今年底，台灣超過65歲的人口就會正式突破20%。20%，這代表什麼？這就代表台灣將要正式進入所謂的超高齡社會。這個人口結構的快速老化，帶來了一個我們再也無法忽視的巨大挑戰。在這個挑戰裡面，最讓人擔心的其實是這個數字。在台灣的長輩當中，大概每5位就有1位正處於輕度認知功能障礙的狀態。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十字路口哦。它還不算是失智症，有些功能甚至還有機會可以逆轉回復，但它同時也可能是通往失智症的最後一里路。所以呢，問題就來了，除了我們都知道的正常老化之外，到底還有什麼我們看不見的因素正在加速偷走我們的腦力？到底是什麼東西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卻可能對大腦造成長期傷害的元兇？這就是我們今天要一起來解開的謎團。我來打個比方好了，這樣大家比較好懂。你可以把我們大腦的認知功能想象成你手上那隻手機的電池健康度。你看哦，用久了，電池最大容量會慢慢下降，對吧？這很正常，就是老化。但最怕的是什麼？就是有些 App 在背景瘋狂地吃你的電，結果電池健康度就掉得特別快。我們今天的任務就是要來揪出這些偷偷在背景耗掉我們腦力的隱形 App。好，那要找出這些兇手，就需要一場規模夠大、時間夠長的調查。而這場調查的主角，就是由台大團隊主導，一個叫做 Tiger 的計劃。它的全名是台灣老年流行病學研究。這可不是一個做個1-2年的短期研究哦，而是一場持續超過10年的精密追蹤。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部超高畫質的紀錄片，主角是超過1200位的長輩。從2011年開始，研究團隊每隔2到3年就會幫他們做一次非常全面的健康檢查，記錄下他們生活的每個小細節。這種長期追蹤最珍貴的地方就在於，它能夠捕捉到一個人從健康慢慢走向認知功能下降的那個完整動態過程。而且我說這部紀錄片是超高畫質，一點都不誇張。Tiger 計劃收集的變項超過了1000種。你想想看，從腦部的核磁共振、基因、新陳代謝，一路到口腔健康、平常吃什麼、有沒有運動，甚至是我們每天呼吸的空氣品質，通通都包。這等於是為每個人建立了一個360度無死角的健康檔案，目的就是要從這麼龐大的數據裡面找出影響大腦健康的關鍵線索。接下來，我們就進入第一個關鍵線索。這個線索來自一個我們每天重複超過2萬次的動作，那就是呼吸。過去我們可能會覺得，只要沒看到什麼烏煙瘴氣，空氣應該就還算安全吧。但是 Tiger 的研究告訴我們，真相遠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得多。這個發現可以說是投下了一顆震撼彈。其實早在 Tiger 計劃之前，同一個研究團隊就已經發現，就算空氣污染物的濃度是在當時環保署規定的合法標準之內，只要你長期暴露，失智症的風險還是會顯著提高。這代表什麼？這代表我們以為的那條安全線，對於保護大腦的長期健康來說，其實遠遠不夠。而 Tiger 計劃呢，又更進了一步，他把調查的焦點從我們比較熟知的戶外空污，轉到了一個我們常常忽略的戰場，也就是室內。你想想看，特別是對於長輩來說，他們待在室內的時間非常長，所以室內的空氣品質搞不好才是影響健康的真正關鍵。這也是這個研究最突破性的地方之一。而研究數據更是揭露了一個驚人的事實。研究團隊發現，長期暴露在 PM2.5 濃度比較高的環境下的長輩，跟那些暴露量最低的組別相比，未來發生認知功能障礙的風險竟然高出了 4.6 倍。你沒聽錯，是 4.6 倍。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巨大的差距。它告訴我們，這些懸浮微粒真的正透過我們的呼吸系統，一步一步地在影響我們的大腦。
那麼，什麼才是真正的致命組合呢？研究發現，室內的通風不良扮演了一個風險放大器的角色。你可以想象一下，當戶外的污染物飄進來，如果家裡門窗都關得緊緊的，這些有害物質就會一直累積，濃度甚至可能比外面還要高。所以，對於那些長時間待在通風不良家裡的長輩來說，戶外空污的負面效應可以說是效果加倍了。好的，辦案到這裡，我們找到了第一個嫌疑犯，就是空氣。接下來，我們把目光轉向第二條線索。這個線索不在空氣裡，而是在我們的餐盤上。過去我們常常聽到地中海飲食對身體很好，但那靠西方的標準，真的完全適用在我們台灣人身上嗎？Tiger 計劃就給了我們一個更在地的答案。研究團隊透過數據分析，找出了台灣長輩獨有的3種飲食形態。第一種是蔬菜型，就是吃比較多深淺色的蔬菜啊、根茎類啊。第二種是肉類型，以紅肉跟家禽為主。有趣的是這2種形態對認知功能的影響有好有壞。比方說，蔬菜型雖然對記憶力有幫助，但卻跟比較差的執行功能有關。那肉類型呢，雖然有助於專注力，卻可能影響語言的流暢度。但最讓人意外的是第3種，叫做傳統飲食型。這種形態裡面包含了像是醃制的蔬菜、發酵的食物等等。這在過去可是全世界第一次有這樣的發現。結果顯示，適量的攝取這類富含益生菌的傳統食物，竟然對我們的記憶力有保護效果。這完全顛覆了我們過去覺得醃制物就是不健康的刻板印象。當然啦，關鍵在於適量。好，如果說傳統飲食是保護者，那誰是破壞者？答案是促發源飲食。這就像一條連鎖反應。首先，你可能吃下了紅肉、內臟這些比較容易引起身體發炎的食物。接着，這些食物會去加劇你體內本來就已經存在的發炎問題，比方說牙周病或是胃裡的幽門桿菌感染。最後，這個內外的發炎風暴就會一起加速記憶力的衰退。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口腔健康對大腦這麼重要，因為它就是這條發炎鏈上非常關鍵的一環。講到這裡，我們把所有的線索都拼湊起來。從我們呼吸的空氣到我們吃下肚子的食物，這份長達10年的調查報告其實指向了一個非常清晰的結論：我們的大腦健不健康，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們每天身處的環境以及我們所做的選擇共同決定的。所以，我們到底能做什麼？針對空氣品質，這份報告給了我們非常明確的行動指南。第一，每天都要確保家裡通風良好，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第二，可以在臥室這種你會長時間待着的空間使用空氣清淨機。第三，在空污比較嚴重的日子，要稍微留意一下在戶外活動的時間。你一定要記住，室內這個戰場比你想象的更重要。至於飲食方面，關鍵字就是平衡還有在地化。首先，吃蔬菜不只要求分量，更要追求多樣性，各種不同顏色、種類的蔬菜都要攝取。再來，可以適量的把一些傳統的發酵食物納入我們的飲食裡面。第三，盡量減少紅肉、內臟這些容易促發炎食物的攝取。最後，也是很多人會忽略的，務必維持良好的口腔衛生，把那條發炎的連鎖反應給斬斷。其實這份分析最終的結論是一個充滿力量的訊息。它告訴我們，大腦的健康並不是完全由基因或是年齡來決定的，它始於我們每天所做的那些微小的選擇。從你早上起床打開窗戶通風，到你選擇午餐要吃什麼，這些看起來很平凡的決定，正在一天一天地累積起來，塑造我們認知功能的未來。好，我們快速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長期暴露在我們以為安全的低濃度空氣污染下，特別是室內空污，是認知功能衰退的一個主要風險因子。第二，具有台灣特色的傳統飲食，只要適量攝取發酵食物，對記憶力可能是有保護作用的。第三，建立一個整體的抗發炎生活方式，從飲食到口腔保健，是維持大腦長期健康最關鍵的策略。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